第266章莫名的微笑。郊外荒芜的田地里，老管家芬克尔正飞快奔逃。他失去了帽子，梳理的一丝不苟的斑白头发凌乱垂下，衣物表面满是泥泞。呼呼，他稍有停顿，喘气望向后方，发现来处空无一人，略微安心了一点。可他扭过脑袋，准备改换方向时，却发现面前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道人影。那人影穿着戴兜帽的古典长袍，黑色的眼眸藏于阴影之中，面容呆滞，没有表情。芬克尔瞳孔一缩，当即张开嘴巴，试图念出一个古赫密斯语单词，但却愕然察觉自己的鼻子在消失，自己的声音已不见。他的表情里顿时多了几分绝望，然后整个人如同虚空内的污迹，被抹布擦得干干净净，再没有丝毫残余。阿蒂，嗨。面对 A 先生即将发动的致命攻击，克莱恩却身染疾病，头痛脑热，难以操纵火焰进行跳跃。这个时候，他连空气弹都制造不出来。对未知结果的恐惧占据了他的心灵，来自小丑的危险预感让他看见自己豁然分裂，崩解为了最微小的光粒，也许连复活都不再有机会。刹那之间，克莱恩将手探入衣兜，握住了一件物品。这是他预先考虑过的最危险情况下的应对方案。再怎么仓促，魔术师也是有一定准备的，不会在战斗里慌乱无措。克莱恩拿出了阿兹克铜哨，将它凑到嘴边，在喷嚏和咳嗽声里艰难地吹了一下。没有任何前置动静的情况下，他通过灵视看见白骨喷泉般涌出，飞快勾勒成眼窝有漆黑火焰在燃烧的巨大信使。而这个时候 A 先生面前的书册也停止了翻动，悠远传来的声音戛然而止。一阵绿蒙蒙的光华涌出，近4米高的白骨信使一下裂开，裂成了无数纯粹的光点。他的身后让克莱恩只能原地打转的力量率先崩溃。穿黑色双排扣长礼服的人影随即被笼罩，变成了黄沙铸就般的雕像，被风吹散。但那散去的是白色的斑点，就像4道最极致的纸屑。克莱恩的身影浮现于另外一侧，半跪于地，控制不住的大声咳嗽。如果不是有白骨信使先挡了一下，他根本来不及短暂压制疾病，使用纸人替身。而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他的病更严重了，几乎快失去反抗的能力。就在这时，致命一击未能成功的 A 先生突然也咳嗽起来，咳得比克莱恩还要剧烈。他痛苦的匍匐下来，嘴角涌出了血沫。嗨，他咳出了一堆破碎的内脏和蠕动的血肉，然后艰难张嘴，试图将它们舔入口中，强行吃回去。怎么回事？克莱恩一时有些懵，但这不妨碍他忍住咳嗽，抬起右手，用左轮瞄准 A 先生的脑袋。这个瞬间，他隐约有了些明悟，那就是 A 先生肉体层面的伤势可以靠血肉魔法来治疗来维持，但精神和灵性受到的冲击与反噬却无法用这种方式弥补。A 先生本该切换成另外的非凡能力，缓慢愈合灵体的创伤，可他却被仇恨驱使，强行压制，追赶过来。于是，在连续消耗并动用超过本身负荷的非凡能力后，情况恶化，一下爆发。砰！克莱恩射出了左轮手枪内的所有子弹，黄铜、淡金、银白等流光飞快越过了两人间不算长的距离。让他遗憾的是，过程里无法克制喷嚏与咳嗽，子弹未能全部命中，只有2发打在了 A 先生的身上，一发钻入额头，一发射进躯干。滋！烧灼的声音传出 ，A 先生的脑袋却仿佛没有骨头，只是一堆烂肉的组合，让淡金色的子弹深陷其中。很快停顿，未能造成致命的伤害，只得绽放阳光般的金芒。A 先生抬了下脖子，出现破洞的脑袋内血肉正疯狂蠕动。他没有死，甚至没有遭遇重创，他曾经是生命力顽强的蔷薇主教。看到这一幕，克莱恩当机立断，扭头就跑，不再尝试攻击。A 先生则呵喘气，再次低头舔舐起自己咳出来的碎肉和内脏。喷嚏和咳嗽交错发生，克莱恩跑得东倒西歪，时而翻滚。终于，他逃到了最边缘的地方，那是超过50米的崖壁。悬崖之下，略显浑浊的塔索克河奔涌不息，宽阔但平静。克莱恩没有犹豫，脚下用力跳了出去。他急速下坠，感受到了自由落体带来的强烈失重感。他的身体撕裂空气，试图于半空调整姿势，变成跳水的标准动作。嗨，阿蒂，
疾病让他的团身翻滚3周半，中途停止，身体的打开和双掌的调整也未能到位。啪叽一声，他摔在了水面上，摔成了一张薄薄的白纸。那纸人迅速湿润，半沉半浮。不远处的水底，克莱恩身影勾勒，有所颤抖。他的衣物已经被浸湿，里面剩余的纸张和皮夹内的钞票同样如此。远离 A 先生后，疾病得到了缓解。克莱恩心有余悸的想到，如果不是最后关头咳嗽和喷嚏平息了不少，他甚至来不及使用纸人替身法，会摔得内脏出血，直接去世。当然，要是那样的死因，他觉得自己能够复活。双脚蹬水间，克莱恩在嘴里制造出了一根无形的、空心的管子，让他伸出水面，为自己带来新鲜的空气。这是魔术师的水下呼吸表演。克莱恩嘴巴吸，鼻子呼，不让浑浊的气体污染管道，直接进入水中。与此同时，他悄然向着岸边游走，希望以这种方式避开 A 先生后续的追踪。可惜，这里不是城市，无面人的能力没法得到有效发挥，否则一经脱离 A 先生就肯定再也找不到我。游动间，克莱恩本能闪过了这样的想法，这一想就让他想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 A 先生之前用过控风的非凡能力。一般来说，这属于风暴之主那条途径。这途径的特点除了风，还有水，尤其擅长水下活动。水下活动，牧羊人太全面太可怕了。念头闪烁中，克莱恩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他猛地上游，不再掩饰。他刚浮出水面，靠近岸边，就看见了 A 先生那张漂亮到腰衣的脸孔，看见上面长满鱼类的鳞片，裂出了腮口。鲜红长袍飘于水面的 A 先生嘴角勾起，眼眸里是宛若实质的仇恨。拼，只能拼，争取支撑到教会的援军抵达，或者阿兹克先生脱困。疾病缓解的克莱恩毫不犹豫地抬起右手，准备打出响指。就在这个时候，两人同时望向半空，几乎是本能的反应。那里迅速勾勒出了一道有着女性柔美感的身影，那身影戴着兜帽，穿着深色长袍，目光呆滞地望向 A 先生。然后克莱恩就看见 A 先生似乎变成了铅笔画，被橡皮擦飞快抹掉，毫无反抗之力，只留下茫然里带着不甘，疯狂中藏着绝望的眼神铭刻于现场唯一观众的脑海内。这是什么样的位格，什么样的实力？克莱恩念头刚动，就发现那身影侧过脑袋望向了自己。那是一张秀美的脸庞，但没有丝毫的表情，黑色的眼眸幽暗深邃，却缺乏灵性。就在克莱恩的心脏狂跳，以为自己也会无声无息消失，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复活时，那女子的嘴角缓缓扯动，向上勾起，露出了一个微笑。微笑，克莱恩一阵愕然，怀疑自己在做梦。他还没回过神来，那身影就瞬间淡化，消失在了原地，四周水流哗啦的声音寂静回荡。迷茫疑惑的游到岸边，克莱恩爬了上去，环视四周，发现这里异常偏僻，没有道路，也没有活人，只有略显浑浊的河水在永不改变的流淌。这就结束了， A 先生就这样死了。刚才那位女士是谁？竟然强到 A 先生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的程度。他还对我笑了笑，也许是他。可三大教会除了教宗这个层次的人物，哪还有天使行走在地上？而教宗那个层次的人物显然不会在贝克兰德。克莱恩不敢相信自己这就摆脱了危险，沉了沉心神，他终于找到几分真实感，应该是教会派出来的强者。他及时赶到，成功解救了我。如果我没有提前通知正义小姐，他们未必来得及行动，那我今天大概率会死在 A 先生手上，还不知道能不能复活。也有我一直坚持将战斗拖延到现在的因素，还算不错。克莱恩松了口气，咳了2声，开始寻找出路。放逐！戴黄金面具的男子指着阿兹克艾格斯，将他的身影丢入虚空，不知扔向了哪里。旋即他转身面对皱眉看着自己的因斯赞格威尔，没时间了，我们没办法那么快解决他，我们必须尽快隐藏这里，只能放逐。难道你想被教会的人发现我们的秘密？戴黄金面具的男子恼怒的沉声说道。因斯赞格威尔收起疑惑，点了点头，转身来到停止了书写的008旁边，一把将他抓住。他的身影有些蹒跚，双脚位置堆着在战斗里几乎撕裂的裤子。红蔷薇庄园内，
埃德萨克王子坐在落地窗边，眼神异常空洞。王子殿下，请尽快。一道声音在他的身旁响起。埃德萨克的眼睛活了过来，他吸了口气，拿起桌上的左轮，抵住了自己的太阳穴，那里面有一颗能泯灭灵体的子弹。他回过头，眷念地望了眼外面的高尔夫场地和正在散步的马匹。砰！他扣动了扳机。第267章诚实的回报。石柱断舌的大厅内，还剩残骸的祭坛周围出现了一群穿黑色风衣、戴丝绸礼帽的职业者，为首之人正是黑夜女神教会贝克兰德教区大主教圣者安东尼史蒂文森。被人破坏了，他低语一句，未再停留，直接来到通往内侧的石门前。浓郁的黑暗浮现，石门无声无息敞开，圣安东尼领着部分职业者进入里面，往深处前行。沿途之上，他们没有发现一名守卫和任何有价值的事物，这里就仿佛被强力清扫了一遍。终于，他们抵达了最深处的房间，可那里除了墙壁和石柱，依然什么也没有。克莱恩出来时的幽蓝光门早已消失不见。几位职业者手中的马灯突然失去了光芒，黑夜笼罩了这个房间。等到一切恢复正常，他们发现四周的墙壁不知什么时候已消融不见，但后方并未有暗门和地道等东西，要么是厚实的泥土石块，要么是来时的走廊。圣安东尼沉默了10几秒才开口道：尝试占卜，搜索附近。RT。克莱恩穿行于没有道路的峭壁和树林，悲哀地发现自己似乎真的生病了。A 先生非凡能力残余的效果，加上冬日浑身湿透的状态，让他可耻的感冒了。不过他不敢停留下来搜集枯枝，点燃火堆，烘烤衣物，晾干钞票，因为他害怕被教会的非凡者找到。哪怕他已经在机械之星那里经由斯坦顿·艾辛格的背书获得了半官方的身份，但是社员出魔女苏醒，真实造物主降临2件最高等级的案子，他必然会接受严格的调查，比如轮流到机械之星待罚者、职业者那里品尝红茶，主动或被动的复述全部的过程。这其中有2大隐患，一是他在职业者内部有熟人，虽然大侦探夏洛克·莫里亚蒂的长相和殉职的克莱恩·莫雷蒂有了不小区别，靠照片几乎无法分辨，但真要面对面，他还是没什么信心。二是因为相近途径的缘故，黑夜女神教会对死神有关的人和物都不太友好。上溯至第4纪末尾的苍白年代，死神正是陨落在七神围攻之下，而夏洛克·莫里亚蒂侦探关键时刻召唤来的帮手却是强大的死神后裔，这是怎么都洗不掉的问题。刚才那位位格极高的强者也许是赶着处理因斯赞格威尔和0到8分，没空理会我这种有方小角色，但我不能因此大意，该跑还是得跑。有机会可以写信给机械之星，阐述下我不得不暂时离开贝克兰德的第2个原因。这样一来，以后说不定还能有合作的机会。当然，必须先暗中观察机械之星是否对死神后裔抱有强烈的敌意。不知道阿兹克先生现在怎么样了？呵呵，也许在官方的通告里，夏洛克·莫里亚蒂死于陨石天降，算是没辜负这个身份，这个姓名。克莱恩忍着发烧和寒冷交替的状态，想尽快找个小镇进入人群。只有处于人类社会，无面人的能力才能发挥到极致。和 A 先生合作的那个女人，应该是魔女，去了东区。从仪式的情况看，那边恐怕有大规模的死亡。不知道，有着占卜家灵性直觉的克莱恩忽然心头沉甸甸的。就在这时，他眼前所有颜色变得浓郁，像是被神灵泼洒了油彩。这感觉一闪而逝，克莱恩发现自己已远离了原本所在的位置。看见肤色古铜、五官柔和的阿兹克艾格斯出现于旁边。阿兹克先生，您没受伤吗？他难以遏制的松了口气。有阿兹克坦然回答，旋即笑笑道，但对不死者而言，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克莱恩放下心来，转而问道，因斯赞格威尔和0到8分呢？因斯赞格威尔还活着，依然执掌着那件0分级封印物。阿兹克边走边说。克莱恩努力跟上，忍不住叹了口气。真是可惜啊，不用在意，他受了不轻的伤。阿兹克郑重说道。而更关键的是，我们知道了他在和王室进行秘密的合作，不用担心之后找不到他。这样一来，你可以专心提升自己，而我也能先试着去已经回想起来的几个地方，唤醒更多的记忆。呵呵，你运气不错，我一直在暗中观察军情9处和王室的人，想以此确定因斯赞格威尔的行踪。这里面红蔷薇庄园是一个重点。
所以我总是在那附近徘徊，否则没那么快赶来救你。说起这事，克莱恩顿时有些尴尬。阿兹克先生，您不疑惑我为什么没死的问题吗？我也常常进了棺材又苏醒，这是我之前回想起来的事情。阿兹克毫不在意的笑道。而在我残缺的记忆里，类似的事情在别人身上虽然罕见，但也不是没有先例，常常进了棺材又苏醒。常常，克莱恩突然发现自己担忧的问题，在真正的大佬眼中都算不上事情。不愧是死神途径的不死者。阿兹克先生之前说，他曾经在这个序列停留很久，言下之意就是他早就晋升了。克莱恩想了想，有些忧虑的问道：阿兹克先生，因斯赞格威尔会不会发现我就是克莱恩·莫雷蒂？他害怕对方报复班森和梅丽莎。他应该没有，最多认为我们早就认识，或者你干脆就是我的。用警方的说法是我的线人。阿兹克回想了下道，但那件零分级封印物可能会察觉，不过你不用担心。为什么？克莱恩追问道。阿兹克不知记起了什么事情，神色忽然变得有些古怪，似乎又想笑又感觉惊悚。那件零分级封印物会一直尝试写死自己的主人，这应该是它的本质，不会改变，所以这种关键时刻能让因斯赞格威尔吃大亏的信息，我不认为他会主动透露，除非涉及绕不过去没法解释的地方。见阿兹克先生说的如此笃定且有理有据，克莱恩吐了口气，感冒都仿佛好了一点。阿兹克见状补了一句，你近期最好远离贝克兰德，因斯赞格威尔可能会用那件零分级封印物报复你，依靠你的假名，只要不在贝克兰德就没有问题。那件零分级封印物的影响范围不会超过一座大都市，和我猜测的一样，有范围限制，否则因斯赞格威尔完全可以躲到南大陆某个小镇，悠闲的安排所有目标的命运，根本不用担心被人找到。克莱恩斟酌着问道，短暂回贝克兰德待一天或者半天没有问题吧？在变换了身份和容貌的前提下说完，他揉了揉脸，瞬间变回了停更时的样子。阿兹克眉毛微动，点了点头，问题不大。他回首望了已看不见的远处一眼，我似乎被黑夜教会的强大存在盯上了，你最好不要跟在我的身边，以免遭受波及。呵呵，他们对死神有关的非凡特性很感兴趣。我准备出海，一边消化魔药，一边寻找美人鱼，这是我晋升需要的条件。克莱恩阐述着自己的计划。阿兹克侧过了脑袋，美人鱼变成了死灵的美人鱼可以吗？我至少能找到4条，应该不可以吧？克莱恩伸手抹了下额头，他的直觉告诉他这肯定不行，但打算之后还是到灰物之上占卜一下，以做确认。阿兹克没再提死灵美人鱼，转而说道，有什么事情通过信使联系信使。克莱恩突然心虚和惭愧，他在我和 A 先生的战斗里阵亡了，他救了我一命。阿兹克看了他一眼，摇头笑道，不用在意，只要不是被天使级的强者杀掉，或者用特殊的办法，只要冥界还存在，他都能在那里缓慢重生。而在此之前，类似的信使我也数不清有多少。看起来那么强那么巨大的信使有一个军团。克莱恩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他的羞愧消散了不少，好奇问道，阿兹克先生，冥界也就是地狱究竟在哪里？灵界，准确的描述是，它是远古死神在灵界内开辟出来的特殊地方。阿兹克没有隐瞒，远古死神，那应该就是不死鸟始祖格雷加利这位古神。原来冥界从属于灵界，难怪神秘学里的基本架构是现实世界灵界星界，不包含冥界和深渊。克莱恩正要询问有关的问题，忽然记起一事，连忙说道，阿兹克先生，我获得了一张罗塞尔大帝制作的亵渎之牌，里面包含高序列的秘密，我认为它能帮助你唤醒更多的事情，不过你得等待一阵，它藏在贝克兰德。克莱恩没提悬赏，害怕因此泄露塔罗会、灰物之上神秘空间和正义小姐的秘密，所以只能用这种委婉的方式感谢阿兹克先生的帮助和付出。阿兹克略感诧异的望了他一眼，但最终什么也没说，轻轻颔首道，等你取回，让信使带给我，我研究之后就立刻还给你，或者你直接抄录相应的内容给我。他顿了顿，似乎也想起了什么事情，于是从衣兜里拿出一只轻薄的仿佛人皮制成的手套，递给克莱恩道，有关的记忆我已经唤醒，不再需要它，呵呵，它是那个海盗中将的遗物，我有做一些封印，让他平时不会饥饿，但每使用一次就必须用一个人类的血肉和灵魂喂饱他，否则他将吞噬你。蠕动的饥饿
源于某位牧羊人死后的遗留。克莱恩当即回想起那只手套代表什么。第268章数字与人。贝克兰德郊外的一座小镇内，换上干燥洁净衣物的克莱恩将浸湿的钞票一张张摆在桌子表面，等待他们在温暖的室内自然晾干。这个过程里，他动作小心翼翼，非常轻柔，就连感冒发烧带来的喷嚏和咳嗽都强行压制了下去。为确保没有失误，他为自己控火烘烤。做完这一切，他走向旅馆房间的角落，那里摆着一面全身镜。镜子内的克莱恩黑发整齐斜梳，有一双深棕色的眼眸，脸庞颇为消瘦，棱角分明。他的鼻梁上架着金边眼镜，嘴边没有胡须，看起来既年轻又阅历不浅。这是他根据北大陆人种特点魔改的周明瑞长相，而且是读大学那会朝气蓬勃、未被社会催胖的样子。他打算等事情稍有平息，就回贝克兰德转一圈，顺便为现在的模样弄一套合法的身份。与离开廷根那会相比，如今的他并不缺乏相应的渠道，比如勇敢者酒吧内的伊恩，比如沙伦小姐的圈子，比如艾辛格斯坦顿大侦探。真是怀念啊！克莱恩低语一句，在窗帘早已拉拢的房间内忙碌起一事，准备将蠕动的饥饿带入灰雾之上，做万无一失的研究。寂静无人的古老宫殿内，他浮现于青铜长桌最上手，拿着人皮制成般的轻薄手套，向后靠住了椅背。紧接着，他闭上眼睛，将灵性延伸入这件需要封印的物品。他立刻感受到了那手套的饥饿，他仿佛有一个永远无法填平的胃袋。但是他在灰雾之上是如此的温驯，连一丝恶意都不敢流出，仿佛趴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的猎犬。然后克莱恩听到了不甘的呐喊和痛苦的呻吟，一张张扭曲的、狰狞的、哀嚎着的透明脸孔旋即凸显于他的灵感内，洋溢着让人不忍目睹的悲哀与疯狂。这些脸庞与不同颜色、不同状态、不同表现的非凡特性深度融合在了一起。克莱恩的灵性蔓延到哪里，就能与相应的脸孔结合，使用他所具备的能力。这就是使用方式。克莱恩一次次尝试，并结合占卜，大致弄清楚了蠕动的饥饿目前放牧有哪5个灵魂：一是无面人，但只有改变容貌和身材的能力；二是心理医生，他可以让目标陷入狂乱的状态，可以进行一定的心理暗示，可以模拟龙威，震慑个人和群体，制造混乱；三是审讯官，他能让手套的佩戴者精通各种武器的使用，成为爆破专家，并具备凝聚精神、穿刺目标灵体的能力；四是梦魇，只有一个能力，就是无声无息拖人入梦，但与相应的非凡者不同，这主要依靠蠕动的饥饿来完成，所以佩戴者在进入梦魇状态后，依然可以移动自己的身体。五是光之祭司，能产生光环般的效果，净化一定范围内的死灵和污秽类生物，同时他还具备歌颂者增强自己和同伴的歌声，能召唤比扬言弱一些的神圣之光。极限是5个灵魂，并在初次放牧时固定下可以使用的能力，这并非自己能够决定，纯粹看运气，也许有3个，也许只有1个。克莱恩若有所思点头，叹了口气，对那些痛苦的灵魂道：无论你们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我都将逐渐让你们脱离禁锢，得到彻底的解脱。而以后我放牧的灵魂只会来自于罪恶深重、无法饶恕的人，每杀死一个这样的非凡者，我就让你们其中一个被替换，得到解脱。不管他的能力是否被我需要他郑重但柔和的嗓音回荡在古老的宫殿内，那些哀嚎着的痛苦魂灵安静了下来，不再那么扭曲和狰狞。呼，克莱恩吐了口气，睁开眼睛，用手指轻敲起古老长桌的边缘，无声自语道：那个无面人的能力和我本身重叠，完全没有价值，等有了替换，就最先释放他。到时候可以试着通灵，和他对话，也许能得到占卜家途径高序列的消息，以及美人鱼出没在哪里的线索。不用等待有替换，过几天感冒痊愈，状态恢复，就可以尝试。光之祭司对应的灵魂应该能补全我之前获得的配方，并且他还会留下相应的非凡特性，这样一来，小太阳就不用担心后续的晋升了。他将是第2个得到解脱的。至于每使用1次就要用1个人类的灵魂和血肉喂饱蠕动饥饿的事情，倒是不需要在意，我正常肯定不会动用它。需要它的时候必然面对着可怕的敌人，那样的战斗里肯定不缺乏可以收割的生命。即使没有，我也能将蠕动的饥饿丢到灰雾之上，
不用担心他反噬，也就不会去伤害无辜者，最差的结果就是无法再使用而已。收起思绪，克莱恩尝试着利用蠕动的饥饿这件神奇物品占卜牧羊人魔药配方，但最终只收获了失败的结果。他没有占卜蠕动饥饿的来源，担心招惹来不好的存在。虽然有灰雾隔断和阻挡，他不害怕危及自身，但那样一来，蠕动的饥饿也许会被损坏。等不再需要的时候，才考虑做相应的尝试。克莱恩身体前倾，让肘部支撑在了桌面之上。他迅速回忆起先前的事情，敏锐注意到了一个细节：万能钥匙被泯灭后，非凡特性并未消失，而是成为光力努力聚合。可以预见，最终成型的学徒特性不再有源于门先生的呐喊，换句话说就是能通过这种方式去除非凡特性内的精神污染。但问题在于，正常情况下根本没法破坏固化为物品的非凡特性，当时依靠的是一个可以让真神降临的仪式，需要的前置包括大量的无辜的生命，而且全黑之眼一旦被粉碎，里面深藏的真实造物主精神污染必然会爆发，到时候谁能承受？在灰雾之上做。想法纷呈间，克莱恩想起了东区可能的遭遇，忙具现出纸笔做相应的占卜。得到启示之后，他失去了表情，缓缓的、慢慢的往后靠住了椅背。他的下方，无垠的灰雾亘古不变般的寂静沉浮。奥黛丽站在窗边，看着淡黄与铁黑交错的雾气飞快消散，看着不属于冬日的大雨磅礴而落，心情平稳了不少。不知过了多久，他和苏茜终于等到霍尔伯爵回家。爸爸，怎么样了？奥黛丽关切问道。霍尔伯爵一边将外套和帽子交给侍者，一边露出温和的笑容。解决了，但具体过程还不清楚。我的小公主，你这次真是帮了大忙，你值得1吨重的勋章。这样就好，这样就好。多亏了愚者先生提醒，多亏了他的卷者冒险调查，我们塔罗会又一次阻止了邪神降临，又一次拯救了世界。奥黛丽的心里充满了自豪。霍尔伯爵接过女仆手里的毛巾，擦了下脸庞，叹息道：但这次依然造成了较为严重的伤亡。贝克兰德的雾霾竟然能变得如此致命。虽然统计结果还没有出来，可我估计东区、码头区和工厂区有超过1万人因此而死亡，并且瘟疫还在蔓延。你最近尽量不要出门超过1万人。这是一个奥黛丽能够理解却无法想象的数字，只有每年立国日、花车游行时，他才能看到几千上万人聚在一起的场景。但是这不妨碍他心头沉甸甸的，情绪一下变得低落。黛西站在公寓外面，看着穿白大褂、戴大口罩的医生护士们进入里面，抬出一具具尸体。他早已知道结果，表情麻木，眼神空洞，下意识往门口靠近着。这时负责警戒线的警察拦住了他。不要过去，你想感染瘟疫吗？黛西停在了那里，看着2具尸体被抬出，看着妈妈利弗紧紧抱着姐姐弗莱亚，看着他们被抬到围着黑布临时征用的送货马车上，看着被盖上白布的他们消失在自己眼前。马车缓缓行驶，向着街道另外一头。这个时候，黛西才仿佛从梦中醒来，她转过身体，飞快奔跑，追逐起马车。雨后的地面异常泥泞，她几次摔倒又几次爬起，弄得身上都是污迹。然而她还是没能追上那辆马车，眼睁睁看着它消失在拐角处。黛西放慢了脚步，身体轻轻摇晃，表情异常呆滞。她扶住了街道旁的树木，目不转睛地看着马车离开的地方。突然她整个人软了下去，嗓子里挤出了一道哭泣声。妈妈，弗莱亚。那声音细细的，低低的，尖锐又虚弱，徘徊而不绝。这一刻，在东区，在码头区，在工厂区，有数以万计的人同样悲鸣着，哭喊着。皇后区，索德拉克宫，戴着王冠，脸庞坚毅，留着2撇小胡子的乔治3世坐在玉座上，看着面前的行宫伯爵，久久不语。陛下，3大教会的人都在外面等待您的解释。行宫伯爵额头冒汗的问道。解释：埃德萨克王子受魔女诱惑，与邪教勾结，试图谋反，这就是解释。他阴谋败露，已经自裁，他们还要什么解释？乔治3世忽然暴怒，他吸了口气，恢复了往常的严肃。你告诉他们，不管用什么方式得到相应爵位的人，都可以获得上议院的一席。关于选举的财产限制将放宽，
无效选区也将得到清除。这是对那些工厂主、银行家的安抚。同样的，大气污染调查委员会将立刻给出结论，有关的法案将很快得到通过。最低保障和工作时长的规定也将在最近以法律的形式呈现。济贫法将按照他们的要求改革，允许三大教会派遣人员进入军方。陛下，行宫伯爵听得吓了一跳，这样的让步简直超乎他想象，尤其最后那条。乔治三世再次暴怒，就这样告诉他们，既然他们想要新秩序，那我就给他们新秩序。是，陛下。行宫伯爵不敢再说，退出了这座宫殿。乔治三世端坐在那里，许久未动，就仿佛一座石像。不知过了多久，他的表情突然柔和。第269章辞旧迎新。12月31日上午，大桥南区丰收教堂，埃姆林·怀特穿着教士袍，站在厨房内，时而往大铁锅里丢着不同的草药，并辅以一定的搅拌。等提前准备好的所有材料放完，他又耐心等待了10分钟，然后才用铁勺舀起里面墨黑色的液体，分别装入旁边的玻璃瓶和玻璃杯中。48、49、50。埃姆林瞄了眼空下来的铁锅，点数起调制好的药剂，确认过数量，他端起大托盘，将一瓶瓶墨绿色的液体送到了大厅。大厅里面，祈祷的座椅被拆掉了大半，地上铺着一个个破烂的被窝，里面躺着或沉睡不醒或痛苦呻吟的瘟疫感染者。埃姆林和乌特拉夫斯基神父合作，各自端着部分药剂，从2个方向开始分发。排在第一位的是个脸色蜡黄的中年男子，他忙半撑起来，接过药剂，咕噜喝下，递回瓶子。他感激地对埃姆林道：“怀特神父，真是太感谢你了，我感觉自己好多了，又有点力量了。”埃姆林扬起下巴，不屑地回答：“这只是一件非常渺小的事情，并不值得感谢。你们真是太没有见识了。”说完，他加快了发放药剂的速度。过了10来分钟，他回到大地母神的圣坛边，对乌特拉夫斯基神父抱怨道：“你应该再找2个义工。”乌特拉夫斯基神父没有回应，望着那些病人，温和笑道：“再有2、3天，他们应该就能痊愈了。你怎么知道的？”埃姆林诧异侧头。乌特拉夫斯基神父面容慈和的低下头，看着他道：“草药本就是母神的领域之一，作为他的信徒，虽然不在大地途径内，但还是要懂得基本的常识。”埃姆林啧了一声：“我对宗教不感兴趣，没有太多的了解，虽然我最近几个月常常抄大地母神的圣典。”他在心里略显愤恨地补了一句，于是随口说道：“神父，我没想到你会接收异信者，他们之中只有2、3个是母神的信徒。”乌特拉夫斯基神父毫不在意地笑道：“他们同样是生命，无辜的生命。”埃姆林呆了几秒，吐了口气，转而说道：“神父，我已经找到解决心理暗示的办法，也许很快就会离开这里。等等，我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我竟然被他感动了一下，要是他又把我关到地下室怎么办？”埃姆林突然紧张。乌特拉夫斯基神父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低头看着埃姆林道：“其实你不需要寻找办法，再有一段时间，心理暗示就能自然解除。你可以自由的选择是否来教堂，再等一段时间，我就成为母神，不，大地母神虔诚的信徒了。”埃姆林脱口而出。乌特拉夫斯基神父动了下眉毛，略显诧异的说道：“我并没有强制你改变信仰，我留的心理暗示只是让你每天回到教堂，希望你能借此充分体会生命的可贵，丰收的喜悦。那心理暗示的唯一作用是让我回到教堂。”埃姆林的表情一下呆滞。乌特拉夫斯基神父坦然点头：“是的。”埃姆林嘴巴半张，动作缓慢而机械的回头望向圣坛，望向大地母神的生命圣辉，仿佛刹那间变成了人偶。12月31日傍晚时分，廷根市水仙花街2号，班森进入房屋，边摘掉帽子，脱去外套，边呵呵笑道：“2等座坐在餐厅内，面前摊着几份报纸的梅丽莎略显忧虑的说道：“班森，贝克兰德的空气太差了，之前几天才因为大雾霾造成的中毒和疾病，死了好几万人，这真是一件让人遗憾和悲痛的事情。”班森走向餐厅，叹息着说道：“但上下2院已经通过大气污染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即将有相应的立法规范烟雾和废水的排放，迎接我们的将是新的贝克兰德，你不需要太担心。”说到这里，他讥讽的笑了笑：“刚才我从铁十字街回来的时候，发现不少来自贝克兰德的工厂主或他们的雇员在那里招人，
说着因为雾霾和瘟疫，那里的工厂出现了人手不足的情况，所以他们愿意承诺工作时长和最低报酬，会比现在的通行标准强不少。呵呵，你认为不可能实现？梅丽莎敏锐反问。当越来越多的人涌向贝克兰德，那就注定不可能实现，除非上下两院能通过相应的法案，直接做出规定。班森摊了下手，指着餐桌道：好了，我们该迎接新年了。餐桌上摆了3副刀叉，3个空的瓷盘，以及3个杯子。3个杯子里，1杯是啤酒，2杯是姜啤。12月31日晚上，盛装打扮的奥黛丽站在休息室内，等待着新年晚会的开始，但从她的表情上，却无法看出即将迎接成年礼的激动、兴奋和喜悦。她的面前摆放着一份报纸，上面写道：据初步统计，共有超过21000人直接死在那场大雾霾里，后续蔓延的瘟疫则陆续带走了近4万人，里面不乏年幼的孩子、健壮的青年男女。呼，奥黛丽忍不住闭上了眼睛。就在这时，他的父亲霍尔伯爵和母亲凯特琳夫人敲门进来，同声赞美道：你的美丽胜过今晚的所有人，宝贝，该出去了。王后正等待着你。奥黛丽缓缓吐了口气，绽放出优雅明丽的笑容，在父亲和母亲的陪伴下走出休息室，进入晚会大厅。他一路走上最前方的高台，在一道道惊艳的目光里，将戴着几肘白纱手套的手递给了王后。王后牵着他走向高台边缘，面对所有宾客。稍有停顿，王后微笑道：虽然这是贝克兰德历史上的黑暗时段，但我们依然有一颗足以照亮整座城市的宝石。她的智慧，她的美貌，她的品格，她的礼仪都无可挑剔。今天我将她正式介绍给你们，奥黛丽·霍尔小姐。砰砰砰，落地窗外烟花升空，炸出一片又一片梦幻的光亮。1349年最后一天的晚上，奥黛丽在社交意义上正式成年了。1350年1月3日下午，东区郊外一座新开辟的墓园内，克莱恩利用占卜找到了老科勒和利弗母女的坟墓。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坟墓，而是存放骨灰盒的柜子，一个接一个，一排连一排，一重叠一重。克莱恩立在那里，看见老科勒的柜子上不仅没有遗照和墓志铭，而且连姓名都缺失。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这里有太多找不到亲属和朋友的无主骨灰，他们生前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子，有过什么样的经历，无人知晓，也没人感兴趣，只有柜子上的编号能区分他们。克莱恩闭了闭眼睛，抽出一张便签纸，将它抖成铁片，于柜门上刻下了一个单词科勒。接着他又补了行墓志铭。他是个不错的工人，他曾经有过一个妻子和一对儿女，他努力的活着。收回手腕，甩了一下，黑发棕瞳、面容消瘦的克莱恩让纸张在手里燃烧了起来，仿佛在祭奠这里所有的魂灵。对于失去母亲和姐姐的黛西，他没有直接出面帮助，而是匿名写信给麦克约瑟夫记者，详细描述了那位少女的困境，免得因自身的事情牵连对方。麦克记者见过黛西，知道她的事情，并热心的推动了相应慈善基金的建立，所以克莱恩相信他会帮黛西争取到更多的救助，让她能完成基本的学业，找到足以养活自身的稳定工作。退后2步，克莱恩环视一圈，将此地只剩下姓名和照片，甚至连这些都没有的遇难者们收入了眼底。他扬起脑袋，缓慢吐了口白气，转过身体离开了这座墓园。开往贝克兰德的蒸汽列车上，梅丽莎专心的看着课本，班森则很快和周围的乘客聊起了天。太贵了，太昂贵了，整整10苏勒，半磅。一个不到30的壮年男子发自内心的叹息道，如果不是最近都买不到3等座和船票，我根本不会花这个钱，这等于我大半周的薪水了。确实，新年后有太多的人前往贝克兰德，班森附和道。那壮年男子收起心疼的表情，满怀期待的说道，因为他们承诺1周21苏勒，承诺每天工作最多不超过12个小时。我们签了合同的，等我租好房子，拿到第一笔薪水，就让我老婆也到贝克兰德，她应该也能找到不错的工作，1周有12或者13苏勒那种。贝克兰德据说非常缺人，到时候我们加起来每周有1磅半以上的薪水，可以经常吃肉了。你的愿望肯定能达成，国王已经签署命令，
允许规定最低报酬和工作时长的法案施行。班森真心诚意的祝福了一句，旋即笑了笑，那里可是希望之地屋。蒸汽列车带着无数饱含希望的人抵达了贝克兰德，此时天色还亮，半空的雾气也稀薄了不少。站台之上悬挂的煤气灯不再早早点亮，班森很有经验的护着妹妹和钱家，提着皮箱，顺着人潮走出了车站。忽然，他们同时感觉有一道视线扫过，循迹望去，班森和梅丽莎看见了一位黑发整齐、眼眸深棕的年轻绅士。那戴着金边眼镜的绅士按了按礼帽，目光越过他们，投向了远方。班森和梅丽莎也收回视线，望向街心花园内喷着烟雾的柱子，期待着见识贝克兰德的地下交通。克莱恩提着皮箱，面无表情，身体挺直的从他们旁边经过，迎着涌入希望之地的大量人群，迎着忐忑中蕴藏美好期望的人们，进入了出发车站。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第二部完。